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这期我们来说说那个新冠疫情啊，新冠疫情，最新的那个全世界的疫情排的前几位，我说一下美国那个新增42801例，对吧？累计确诊803万多，累计确诊803万的，死亡22万多，22万011个啊。印度那个新增5万5那个累计确诊717万，马上要接近美国了我估计就这个礼拜吧，我估计还是下个礼拜就得超过美国现在是坐而望一，肯定是第一名对吧？印度世界第一，对吧？我坚决支持他那个死亡是109895个，11万，对吧？死亡是美国的一半，但是你们记住印度有13多亿人口，里面我说实话，里面大概至少有将近10亿是那种不是人的四脚羊，你知道不？是贱民真正的印度的就是工业人口或者有知识的有文化的可以当就是现代人口吧，才3亿不到才1亿多2亿左右。你看就是那些那个高种姓的，对吧？刹帝利、婆罗门那些人，那个还有一些雅利安种的，对吧？其他全是贱民或者低种姓的，低种姓就他们把他们不当人就是不是四脚羊，两脚羊，不是四脚羊，刚刚说错了，对吧？不知道有多少，就是根本没检测，他没那个计入那个数据，就像那个印度那个 GDP 对吧？他牛粪都算 GDP， 我操，牛粪它能治病你看那帮印度人脑回路清奇那个人家打疫苗吃吃药，他喝牛尿泡牛粪所以牛粪得计入 GDP， 含牛尿也得计入 GDP 第3名巴西新增8400多，少多了。为什么？巴西现在跟我们那个国药集团有合作，对吧？第3期临床那个巴西那个哭着喊着要参加，但我们国内没那么多病例没那么多感染人数因为第3期临床要大规模，好像3万还是5万人那个基数以上才能然后维持多少时间，3个月还是4个月才能最终出那个3期临床成果报告无一例外全部100%产生的抗体，没有强烈的副作用，对吧？巴西那个感染人新增8400多累计确诊51万多，死亡15万，对吧？俄罗斯也厉害了，也上来了俄罗斯那个新增13600累计感染129万多死亡22597。西班牙也上来了，西班牙新增9286对吧？累计91万多那个死亡3万3。还有昨天我看到新闻我昨天看到什么？英国和法国这2天那个也是飞速单天就是破万，那个新增人数感染人数破万为什么？他那个面临再次封城那边欧洲人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不听话，他就自由惯，就是生性那个散漫，你知道吗？就是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他就生性就那个种族那个民族就是这样，就是特别是法国人，对吧？生性散漫。那么现在那帮人，欧盟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包括欧盟自己没有能力生产疫苗，就指望着那个现在指望着中国和美国那我现在就简单讲一下那个疫苗现在那个全世界疫苗的这个情况。据世界卫生组织那个报告全球现在一共有9款那个新冠疫苗进入3期临床试验，对吧？那么其中有4款。是咱们中国的，厉害吧？我真的厉害了我的国。那4款里边呢，那个剩下9款里边呢，英国牛津大学阿利斯康，那么在美国已经被暂停3期临床试验，为什么？它副作用厉害，强烈的严重的副作用就是好像是引起某些严重的并发症然后立刻停止。那么那个它那个阿斯利康它是那个腺病毒载体疫苗它属于腺病毒载体疫苗，它这个走的技术路线呢，跟那个咱们那个成为那个军事科学院成为那个院士跟那个康叫什么康希诺，对吧？让我看看是叫那个。走这个路线，因为它是新技术，所以有不确定性。
那么我们4款里面还有3款国外的美国的那个辉瑞的那个信使，对吧？辉瑞的那个mRNA 对吧？信使疫苗不行了信使，因为比那个腺病毒载体疫苗这个技术路线更新，就越新了其实越不靠谱的。别以为那个技术新怎么样，没有论证过，没有时间积累，没有那个临床那个时间没有证实过，没有被验证过，你知道吧？然后那个Moderna 也是，Moderna是那个美国Moderna是那个美国的那个Moderna到现在3期还早了，2期现在只有5个人接种还前段时间增加了100多个人，伴发了严重的那个发烧、浑身疼痛，严重的那个就是副作用到现在你看没消息了，估计不成估计没戏。那么咱们中国有4款，对吧？那个康希诺一款是腺病毒载体疫苗，3款是灭活疫苗，我觉得灭活疫苗最靠谱，对吧？那么灭活疫苗呢，国药集团有2款。已经说实话，说是11月底上市，其实已经开始，国内某些部门、某些那个单位已经开始接种了。然后还有一款就是那个科熙生物呢也是中国的，但是那个在美国上市在美国上市也是走那个灭活疫苗那个路线，真不错那咱们那个生物也挺厉害的，对吧？这个生物是那个我也不是专业人士，这据我所知那个跟那个搞那个核弹试验差不多，就是说它要采集一定数量的、一定基数的那个病毒病例什么样，然后去用那个超级计算机去计算。就是无数的那个排列组合，这样排那样排，然后最终经过多少时间若干次的计算，你超级计算机那个运行速度越快，它出来结果不是越快吗？这样。这个化学方程式对吧？它应该这样好，然后那个去都是合成嘛，对吧？用那个疫苗把那个活性灭掉，然后用那个死掉的没有活性的那个新冠病毒，然后再跟那个超级计算机计算出来的那些排列组合的那个方程式去生产，对吧？那么据说就是说今年年底至少能生产6.1亿剂6.1亿剂。那个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价格我觉得还可以一支300块，2支600块，对吧？一支接种以后有97%的那个产生抗体，然后隔了14天还是28天打第2剂，100%产生抗体，没有任何副作用，轻微的副作用一点点，那根本不影响你正常生活，不像那个美国的 Moderna 和那个什么那个辉瑞的那个信使那个疫苗得床上睡个24小时，浑身酸痛，那不就像得了一场新冠肺炎一样，你知道不？他这个有问题了，那个技术路线走得太激进了，有问题了。但他没办法，人家就这个水平，对吧？那么我们今天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疫苗如果我们现在脑洞大开预测一下，如果那个全世界因为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眼巴巴的、可怜巴巴的，望眼欲穿了，胆湖石浆，等着你们这几个超级大国，俄罗斯那块也不行，对吧？其实就等中美，出来疫苗来救命了，对吧？救命啊！那我们预测就是如果中国率先出来疫苗，因为这个疫苗很有那个时效性的。如果你美国也出来，但是据那个 CDC 和美国一些那个生物那个防控那个卫生专家的预测，就是说美国如果要成功出来上市，至少明年2021年4月到5月份，那还有半年呢，对吧？那半年人家日子不过了，每天都在死人虽然这个新冠疫苗致死率不高，那也得去传，就是老年人死得多，对吧？平均致死率大概2%到3%，也蛮厉害了。因为你那个感染人数多它空气能传染多可怕！全世界经济全停摆了，对吧？你看英国、法国西班牙又要再考虑封城，一封城什么都玩，就等在家里等死，对吧？等着那个疫苗来救命，对吧？所以疫苗是特别的，就像当年我记得那个解放前，咱们中国有农业国，什么工业都没有，别说疫苗，去他妈什么都没有，连子弹都不能自己造，对吧？全是买的，弄点手榴弹、迫击炮，不得了了。当年就是说抗生素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搞出来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在救中国一剂
还是一盒抗生素要多少根黄鱼，就是金条啊，要金条卖的。那你看咱们中国现在那个10月8号对吧？那个外交部对外宣称加入那个 COVAX 那个合作计划，联合国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计划。那么就是说对外宣称就是照顾发展中国家和那个没有能力研制疫苗和没有能力那个就是说买疫苗的那些国家。说实话，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疫苗就变成一种武器了，变成一种是非常有时效性的，变成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要挟你，或者可以一种非常严重的那个重要的筹码，对吧？我有疫苗，你有什么来跟我换，对吧？包括说实话，别看美国人信任嘴硬，如果我们10月份出来，他一算，他到明年4月份才出来，他肯定跟我们谈，好，对吧？哎，那个兔子啊，咱们这样，你给我3亿剂或者多少亿剂疫苗，出口应该作为公共产品，我们要作为那个公共产品，作为一种战略物资或者那个筹码，不会卖的很贵的，我估计啊，应该有可能比国内还要便宜，因为最近很多人吐槽那个出口拿国内的钱去补贴外国人，你们懂个屁呀！我们每年援助欧洲多少亿，你们懂什么？你们懂什么？国际政治那个就是这么玩的，你知道不？大国就得有大国的样子。你看美国人国内搞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到处在颠覆政府，对吧？那个香港都是他搞的那个国内那个我们那些反贼，对吧？反共反华分子法轮功，对吧？全是 CIA 那个大笔资金，每年 CIA 的经费要几千亿美金了，是吧？美刀啊，是吧？还有那个中国周边的那个台湾，还有哎呀那个俄罗斯附近了，你看中亚那个立陶宛三国，那个黑海那个立陶宛那个拉脱维亚还是那个什么三国的乱七八糟，北约东扩，全美国人在搞的，他就为了地缘政治，对吧？为了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有时候咱们老百姓啊，不能算这种经济上，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是就是没有价格的，对吧？priceless。就是说，你像当初那个俄罗斯沙皇把那个阿拉斯加700多万美元卖给美国，后悔吧？我靠，俄罗斯现在那个少年军校天天唱歌啊，我们要那个总有一天我们夺回那个阿拉斯加，对吧？在阿拉斯加这个地理位置在那儿，咱更别说它底下有那个黄金，对吧？淘金热，美国淘金热挖了多少黄金了，对吧？还有底下的矿产资源，石油。地缘政治放在那儿的，对吧？阿拉斯加就包围着把你俄罗斯这个那边一包，那个北边下面那个核潜艇，操，对吧？所以我跟你讲，疫苗就是咱们今后期，我估计11月出来到明年4、5月份还有5到6个月的战略。可以说空窗期吧，也可以说就是暂时的那个优先期啊。那么可以5、6个月可以做好多事情了。打比方，拿回台湾，我估计年底之前，我估计就能拿回，对吧？台湾包括中英问题，对吧？我个人主张啊，我那个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以后还专门做一期中英的问题、边境问题，阿三不管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还有今后什么牛粪党、牛尿党，他满脑子的就是什么那个扩张。他没有自己实力，还要扩张，你知道不？这种人就得把他干死啊！我个人的认为，对待印度就得把他肢解了啊，把他彻底肢解，然后那个收回藏南，在那个他那个东北邦嘛，东北部那个6邦嘛，对吧？包括阿萨姆邦啊，什么藏南地区啊，收回。人员强制遣返啊，强制那个赶到那个东北邦或者到印度其他地方去，咱不管，对吧？移民实边到那边藏南，然后扶植那个东北阿萨姆、印度东北6邦的侵华势力啊，独立啊，全民公决啊，对吧？以后我们就跟印度之间有个缓冲区了，也不会隔若干年再给你搞一下那个边境战争，烦不烦？烦死了，对吧？那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印度问题，包括那个阿克塞西那边下来，西里古里走廊永久占领西里古里走廊，那个印空克什米尔也可以考虑那个对吧？跟巴铁共同占领，对吧？这个以后我专门做一个视频啊。那个今天那个疫苗就说到这儿，包括那个东南亚国家、东盟10几国，一带一路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是眼巴巴的等着疫苗呢。可以呀，你让利啊，我给你啊，对吧？还得付钱啊，
今天就说到这儿，希望各位喜欢。喜欢的话，